思想不成熟，还有不讲道理、厚脸皮，这些都得深刻剖析，好好自我批评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说吧，钱呢是真没有，事情呢是真想干，你怎么才能帮我？那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。就我这俊朗的外表、高尚的灵魂，不值得你来夸一夸吗？夸是吧？哎，行。宣言最帅气，宣言最有能力，宣言，再走点心，宣言，情绪再充沛一点。哎呀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小林同志也会夸人了啊！锵！嘿，哎呀，怎么样，羡慕吗？追到家里来跟我表白。谁呀？小林同志，你向他表白了？哎呦，厉害！我可太羡慕了啊！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你在夸人，你也夸夸我呗。你就是说，小明哥，你比宣言厉害，你比宣言有能力，你比宣言帅呀！行，小明哥，我懒得跟你解释了啊，反正你们俩再聊吧，明天现场见啊，好好跟我设计，不好好设计你等着。走了啊，小明哥。哎，别走啊，你这不是偏心眼吗？翻脸比翻书还快。这里呢，我们是打算打造文人雅集和文心工坊2个主题区域哦。然后 AR 寻宝游戏呢，是融合了文房四宝文化和趣味性的一个深度交互体验。这里面包括了宣纸密码、神笔补缺，还有古法寻真以及墨阵突围4个篇章。哦呦，这听起来还好热闹啊！那个宣传工作开始启动了没有啊？必须启动了，彭书记啊！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发起了文房四宝迭代计划，还有纸墨江湖的召集令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在那个手机短视频创建了4个全新的账号，每天都更新，目前关注量已经到50万以上了吧？预计还会持续的增长，再增长。高兴的，哎，小桃子，加油啊，加油！那预计开幕当天能来多少人呢？预计会保守估计的话，除了文房四宝参加报名的业内人士之外，新增日均人数是不会低于1000人的。但这个还只是保守估计，如果火爆出圈的话，增长10倍之上都是有可能。10倍？这个听上去人不少啊。这要是年纪大点的来多少也都无所谓，这要是真一下涌进了几千上万的年轻人，这会馆可能都要被掀个底儿朝天嘛。哎呦，那多好啊！那我们求之不得啊，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。好，彭书记，文人雅集和文心工坊呢，我专门找了宣言来设计，人在那儿呢。是吗？不能瞎在这儿放。宣言，到时候宣言，快来！哎呀，领导来了，你按我说做啊！啊，哎，彭书记，看看。哎呀，能把你这个大才子请来，我简直是求之不得。没有。来，辛苦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一来啊，我们这个文房四宝节能不火爆吗？来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来，我们几个都激动坏了，大家都更有信心了。是啊，延伸加油！加油！看看，你看看，主要是出钱了。还是我们林主任的公关能力强嘛。哎，我倒不这么认为啊。其实啊，桃花镇是我们共同的家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这个家建造好，对吧？没错，书记说的是。既然今天领导们都来了，那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。好。针对这一次的文人雅集，我的设计是以四宝为骨，雅趣为魂，器物载道的核心理念。这其中包含了文心工坊、墨韵战场，还有 cos 扮演等6大主题板块。小林，哎，这除了资金问题，还有什么困难？那这最大的问题，它还是资金问题。你像 AR 设备呢，很多都需要尽快的进场安装调试。宣言负责的文人雅集部分呢，很多场景都是需要去搭景的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这现在就是工作量太大了。彭书记啊，专门为了这个事情开了个3种1大会，已经想办法从招商引资还有宣传专项资金里面往外挤了。彭书记当时会上也表示嘛，不论镇上是再紧再难，都要首先保证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推进。对，不要太着急，现在资金也在筹措当中，程序呢没有那么快，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。餐费呀，都是林依然垫着的，他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老妈妈，还有几个钱垫呢。
什么情况啊？为什么让林依然垫这个钱呢？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去食堂吃嘛，后来呢，考虑到这个工作效率的事情，就临时做了个调整，有一点没衔接好。依然，餐就不要再订了，我来帮你解决啊。下次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呢，直接跟我讲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情况不能啊，怎么能让个人垫餐费呢？对，这个也是我的责任。书记，我吧有点顾虑，琢磨了挺长时间的，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什么事儿？直说。哎呀，宣纸市场的面积呢就那么大，如果真像林主任说的，开幕当天一下能涌进来几千上万的年轻人，咱们怎么控制呢？不得了啊，这个事情。您看，开幕当天，省领导要来。市里的、县里的主要领导也都要来，这要是闹出点什么事儿来，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呢？安保、接待、消防不是县里直接负责吗？是，那县里头也跟着担心呢。其实别的吧，我也不怕，我就怕这帮子年轻人。安保可不可控，我们不讲了。就刚才宣言讲的那个 cos 表演，我就有点意见。你不知道，我有一个侄女，她就喜欢这个 cosplay。全国哪有他们这个聚会，当时人就去了。哎呀，那个化妆啊，您可能没见过，那抹的那脸上就是血字呼啦。哎呀，当时心要是不，是，这个个人看法。罗副镇长，我倒是觉得您的这个认识有点偏差。我觉得年轻人越多越好啊，年轻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呀。你看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传承了1000年，有这么独特的优势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打好平台哈，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认识，要热爱我们的这个非遗传统文化。对，毕竟以后我们要靠年轻人来传承和发展，是吧？对。这个人数估不准嘛，就让林依然他们去估。有什么事情啊，及时向县里报备。罗副镇长，我想重点再提醒你一下，不要对年轻人有那么重的偏见。年轻人嘛，放手让他们去干，支持他们，理解他们，未雨绸缪，工作该怎么干怎么干。咱们这饭馆都开了，还怕人来吃饭呀？是，您说的这个都对。其实我呀也不是贱。哎，罗副镇长，你一会儿要到县里开会是吧？那让王师傅送你，你不用单独叫车了啊。我其实。哎，老板。那个给我称点牛肚，然后还有这鸡爪，这凉白菜也都给我称一点吧，谢谢。哎，这是盐水鸡吗？是的。你再给我来一只这个吧。对，你让那个王浩看着点儿，你看他那个第3行，他其实是有问题的。你们要是不确定的话，就等我回去再说，我很快啊。那个师傅，麻烦稍微快一点，我有时间有点紧，谢谢。好嘞。王浩，那个报表我又发了你一下，你让桃子跟你对一下啊。老板多少钱啊？150。哦，行，不着急，可以的，你等我回去说。谢谢啊。我现在马上就回去了啊，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很快。小爷我是千年松烟修成的莫林小妖。小女子是洁身自好的志玲小妖。有黑不溜秋的家伙呀，总是莫名其妙的让我一身的黑。得了吧，离开我，你就是张白痴！你看，这就是他侵犯我罪证。不识货的家伙，蹭上我，你的身家就能翻上100倍。哎呦！
我们2个怨种搭档呀，就是闯荡笔墨纸砚江湖的终身绑匪。国潮展区有你们2个的表演啊，稳了。谢谢袁姐。走，赶紧吃口饭，走，赶紧的。好。我觉得你那个可以再淑女一点。这太棒了，这才是饭呀！这是太香了！我太可以了！哇，专门给你们带的啊，赶紧吃。才对嘛，这才是人吃的。哎呀，赶紧吃饭。但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家饭店啊，肯定是种韭菜的。什么意思啊？韭菜炒干的，昨天呢？干子炒韭菜。那前天啊是韭菜炒鸡蛋。我这本来就挺瘦的，我说实话，你就看看这菜吧，连个肉都没有，你这什么玩意儿？这罗副镇长啊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哎，我要不说呢，还是依然姐好，对吧？这才是饭吗？依然姐，爱你。行了啊，我们呢都是一个团队的，以后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面对啊。好，千人同心，则得千人之力；万人一心，则无一人之用啊。好，还得是廖主任。没听懂。行，赶紧吃饭吧，一会儿还得干活呢。行，好。谢谢依然姐。这所有的亭子、围栏还有牌坊，都要用防腐木做抛光处理，千万别用碳化木。所有的纱帐呢，咱们统一用轻质薄麻，千万别把尼龙化纤的东西给我掺进来啊！大家就先按这个方案进行吧。时间紧任务重，就拜托大家了，咱们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啊！哎，等，我再嘱咐大家一句啊，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刘总。散会。哎，我们镇上第1次办文房四宝文化节，你得支持我啊！哎，你就说你要什么吧。哎，给你弄2个明星过去，要不要？这明星能请来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有几个明星写了一些字儿，现在求我给他们办展呢。太行了，可以啊！哎，还有我把那个文房协会的副会长给你请过去，要不要？不是我们镇上办大会，人家能请得来吗？哎呦，我告诉你，来不来那是我的事儿，你就说你要不要吧。我要。哎，还有啊，你别让镇上那些小厂子苦哈哈的去求那些书画家。我现在手上著名书画家和画廊跟我有合作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挑10几20个顶流大咖，给你打包带过去，要不要？太行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不要钱吧？不要钱，就当是以后你结婚啊，我随的份子钱。行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啊。你看你现在村上待着这个穷酸劲吧啊，以后啊别说是当过我助理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不跟你说，我还有事儿呢啊，先挂了。哎，依然姐，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，文房四宝节上热搜了。这么夸张呢？第2名呢？我看看。依然姐，你看，我们的纸墨江湖赵吉利在网络上也火了，被弹幕彻底霸屏。来，我跟你们说点夸张的啊。这一次活动至少有2位懂书画的明星会来到我们现场。等会儿还有，这次活动还会有10几位书画界的顶流大咖来到现场，而且还有文房协会副会长级别的人物也会来到我们现场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让你们这么一搞，搞成国家级的规格了。给力吧？太牛了！知道的说你们是在工作，不知道的，你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的，都像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。你有话就说啊，没话赶紧干活去你。我已经把文人雅集的所有衍生品都梳理出来了，像宣纸团扇、簪花头饰、小卷轴，
还有文房四宝体验套装，还有手工坊的特型纸张，这些的销量一定都会非常好。你赶紧让肖明开个会，让所有想要参与到这次活动的企业抓紧时间备货，都能赚上一笔。行，我记一下。让大家能赚到钱，大会就办出了实际意义啊！你再记上一个啊，汉服的配饰的需求量也非常之大。廖老师，墨韵咖啡咱们镇上是做不了吗？如果做不了的话，抓紧时间联系企业，跟他们谈分成合作，也有的赚。等会儿，我们还能赚钱？何止啊！我跟欣然已经决定了，把宣宝和芷姬的首发式就放到这一次文房四宝文化节上，预估流量会非常之大。所以呢，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啊，国潮展区可以适当的收点门票钱，一方面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客流量，保障会场的安全；另一方面，还是能赚钱。我呢，粗略的给大家计算了一下，如果按照我的想法进行的话，这次活动你们不仅不会赔钱，还能大赚一笔。我干了一辈子呀，想都不敢想，政府办了个文房四宝文化节，还能挣钱。廖老师哭了，赶紧给他拿张纸。快点！我没有哭，我这是激动。啊！我一项项讲啊，这个手工宣纸团扇和折扇，各种大小、各种款式的，这个第一批至少要备2万个。2万个呀！哎呦，卖那么多！林主任和宣言预估啊，这几天的文房四宝文化节应该是能卖到5万个以上。哎呦，能卖那么多吗？能卖！哎呦，我去，太好了！镇上呢是在国潮展区统一管理、统一销售，给到我们的拿货价平均是，哎呦，没看着啊！不是你太坏了吧，会长？你们猜的是多少？5块，3块，4块，8块。不会是1块吧？8块呀！10块！给这么高啊？给高了是吧？给高了，我再让他站一下。行，镇上这个政府啊搞这个活动，就是希望咱们搞宣纸的老板们都能赚上钱，所以呢不会像那些销售商一样克扣大家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。但是我把这话先放在这儿啊，你们每个人想认领多少，紧着你们先，好吧？剩下的，不管剩多少啊，都是我的，好吧？我够意思了。明哥，我问一下啊，是现款现结吗？如果是现款现结行，空头支票谁都能开啊。这张嘴就2万个、5万个的，政府给我们画大饼吗？忽悠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行。在座的各位老板，哪个没参加过以前的宣纸文化节？还能来那么多人吗？即使来那么多人，有多少买的呀？啊，一人做好几万个，最后全放仓库里，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。行，既然二虎刚才说了，我也就再重申一下啊，这件事情呢，做与不做，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。风险自担，你情我愿的事儿，好吧？认可这是个机会的。现在就可以到我这儿来报名，你们每个人想认多少，能做多少的，自己申报，自己报名。但是有一点我要先声明，申报了多少，就一定要做到，因为这是要签协议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不想做也没关系，我们不勉强啊。但是报名的机会只有今天这一次，别像有些人啊，到时候看到大家挣钱了。眼红是吧？再来找我，那对不起，过时不候啊！过这村没这个店儿，好吧？都听明白了吧？听明白了吧？大家可得想好了啊！肖会长可提醒大家了，风险自担，你们可得想好了啊！别到时候没地儿哭去啊！明哥，我可不是针对你啊，毕竟这文化节也不是你办的。我呢，先表个态，这是咱们桃花镇第一次办自己的文房四宝文化节。我呢是土生土长的桃花镇人，互表示一下，不合适。我看看，我的数和字我都签完了。我呢作为桃花镇的老企业了，我参与一下。别人做呢我还信不过，这个林依然跟宣言做呢，我呢愿意跟他们赌一把。这我的，你可别吵，我必须要参与，赌输了没人管你。
挂直了，师傅，千万别搞歪了，要挂出“飞流直下3000尺”录呀。哦，这里录。好了。哎，别搞歪了，师傅，一定要挂出“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”。张斌，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啊，说慢点吧。哎呀，都搞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廖哥，一定要小心，小心，再小心。行行好，我注意。它不是，你看它一个那时候开始，你看你给它这一块，这一块。前面就是咱们酒店的小酒吧，平时可以在这儿喝喝酒、聊聊天。易姐，哎，依然来了。行了，财神爷给钱吧。什么钱啊？啊，这2笔呢是 AR 系统设备的定金要给他们付过去了，还有呢国潮展区的工程款，而且啊我还有2万块钱的现金呢，这口袋都翻过来了。这审批单呢？单子，不是罗副镇长没签字给你们啊？没给我呀，给你们了吗？没有啊。小郑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我早上还见过罗副镇长，他也没讲呀。那个易姐，我现在确实有点火烧眉毛，看能不能找那个黄主任特事特办一下啊？不行，这不符合程序啊。啊，行，谢谢啊，易姐。副镇长真死。这可就剩1个礼拜了，国潮展区的经费再不给，可就真来不及了。哎呀，皇上不急急死太监。这国潮展区的经费不早就放在总预算里面了吗？谁能知道？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啊！这什么意思啊？初中文言文训练里面就有，语文课早上。对不起，廖老师，我错了。哎，桃子，依然姐，怎么样？拿到钱了吗？哎呀，哎，那个，你知道罗副镇长在哪儿吗？他昨天过来的时候，我听他说了一嘴，好像今天去那个线上开全县经济大会去了。这文人雅集才干到一半，其他项目什么都没动呢。咱们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最大的亮点、最大的工作量全都在国潮展区，如果打造不出来，真就像群众说的那样，面子工程。不要急，凡事我们尽力就好。对啊，你别着急，我们都尽力了，就算追究责任，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关键工作没干好呀。依然姐，依然姐，罗副镇长已经从线上回来了。在哪儿啊？在肖明会长的工厂。你们先忙，我去找他啊。慢点，慢点啊，依然姐。中国的传统节日啊，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民俗活动，所以这个节日的氛围感是很重要的。这样就给对联市场增添了大量的商机。而真正能够支撑起像我们这样规模工厂的，
就是像万年红这样，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平价商品。挺好。你不是忙着文房四宝文化节呢吗？怎么跑我这儿来了？我不找你，我找罗副镇长。就在前面。罗副镇长，罗副镇。你又搞什么？资金审批，您不是说签过字了吗？你没看见我这陪领导的吗？哎，不是，罗副镇长，那我没办法了，我不得不来这儿找您了。我长话短说，水墨剧场还有元宇宙寻宝行动都等着进展安装呢，还有文人雅集的2期款都没付呢，这工人都停工了，都等着重新开启呢。我不是跟你都说过了吗？上面的资金没有下来的那么快，那这里头也是从牙里一点一点的给你抠，你急能当饭吃吗？还什么事儿？还有不到1周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你什么态度？财政办都说了，专项资金还有10几万，足够把这个项目支撑起来。那您呢？你怎么能说没有呢？反正您是主要负责人，如果有什么纰漏的话，您需要承担责任的。国潮展区那块先停一停，回头等通知吧。为什么呀？会有人告诉你为什么的。不是罗副镇，莫名其妙。喂。哎，林主任，你快来这里一趟啊！对，就现在，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哈。何主任。哎，林主任，你可来了，咱们党委要开会了，彭书记临时点名让你列席，罗副镇长也来了，我在这儿啊专门等你。就是为了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啊，可别生气啊，控制好情绪啊。为什么把国潮展区停掉了？哎，按原则呀，我是不该给你透露，但是啊，我就怕你那个脾气。哎，上级领导给彭书记打电话说，我们文房四宝文化节有点操之过急了，尤其是国潮展区的设计，没有充分的论证，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。所以建议我们党委班子再严谨审慎一些，考虑充分了再说。还有不到1周时间，考虑什么呀？越是着急越要谨慎呐。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会特别好，会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好。我明白，我都理解。彭书记开口就夸你，都没见他停过，还没到绝望的时候，打起精神来啊！走啊！哎，开会的时候不要为难彭书记啊，他的压力也很大。知道了。书记。啊，进来。哦，来坐。我坐后面。坐。林然，今天党委会叫你来列席，是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你。小林啊，你们最近做的这个宣传工作很到位啊，哎，辛苦了啊。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安全问题，还有啊，这个日均人流量是多少？我们目前的报名系统呢显示已经超过4000人了，最后1周呢日均流量会大幅增加，我估计大会3天日均流量不会低于3000人。那也不少啊。那这个安保工作你们做了哪些准备呢？县里的安保不是统筹安排的吗？一直都是罗副镇长在对接。啊，对，是我一直在对接的。只是林主任啊，你给我的那个到会人数一直在变，每天都在增加，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数字，你这让我这个安保工作怎么有把握呢？罗副镇长是领导小组的副组长，抓全面工作，我必须听您的指导调动。好，如果安保归我直接负责，首先我会设一个3级指挥中心，和一个总指挥、一个副总指挥，
然后在各个功能区分别安排一个负责人，分别下辖网格化小组、巡逻组和应急处置机动分队，然后再在各个功能区呢配备一个志愿者，来协调游客的秩序。县里的安保、消防和医疗会在外围，这些呢由副总指挥统一协调，和各个功能区的负责人协调好，做好一个限流措施。最后呢，我会再设置一个4级应急响应机制，做好预案。尤其是要组织好所有的安保人员进行一个培训，针对防踩踏事件和一些突发事件，确保每一个人都会疏散、会处理。然后在大门出入口和室内区域呢，设立一个双人安检岗，并配专人进行协助，做好防火、防爆和医疗点。对不起啊，各位，因为我没有做准备，所以只能说这么多。当然了，如果各位需要的话，我是可以做一个详细的安保执行方案给大家。怎么样？大家觉得还有什么意见？那如果大家都没什么想法的话呢，我想聊一聊我的想法。好。林主任呐，思维活跃，逻辑清晰，学习能力还很强，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没有掌握如此之大国潮展会的经验。我也相信他也是非常认真的去学习了相关这方面的知识。那如果问他的这个有没有道理？有，但这不是他的道理，是书上的道理，是别人的道理。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，我相信以他目前的理论经验，我想未必能完美的解决这种突发事件的。所以嘛，我们才需要组织决策，我们才需要集思广益。所以说，在这个文房四宝文化节是否设立国潮展区这件事情上，我的想法就是，要谨慎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都说说。我先说几句。在这个开会之前啊，我上网搜了一下资料，有这么几个典型的案例啊，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在南方啊，一个地方举办了一次展会，2个15、16岁的未成年小姑娘，穿着紧身的短裙、渔网袜，站在那个舞台上跳舞。那个网上是骂声一大片呀，这个影响大家可想而知啊，那极其的恶劣呀。还有一个地方，因为异常的火爆，这个黄牛党啊，就伺机而动，啊，他们组织了多名的游客对这个检票口啊进行了冲击，差一点就造成了踩踏事件。如果是以年轻人赶潮流作为大会的底色，那么站在文房四宝业内人士的角度来看，他们会是什么观后感？大家可要记住啊，我们桃花镇是以宣纸产业立足，如果文房四宝文化节搞成了年轻人的娱乐大会，那么真正搞文房四宝的消费者、销售者，还有笔墨砚的同行们，他们会怎么看？这还能叫文房四宝文化节吗？以后还会有人来看吗？对不对？
开会的时候，不要为难彭书记啊，他的压力也很大。这都属于是纸上谈兵。我的建议就是要谨慎。心思，怎么了？一个一个的，啊，跟霜打的茄子似的，都蔫了吧唧的。是不是因为林然不在啊？群那儿通知了，国潮大会暂停。暂停了？对啊，就还剩6天了，现在暂停，那跟宣判死刑有什么区别啊？我真搞不懂上边怎么想的，多好的事儿啊！下班回家。哎，再等等啊，等依然姐来了再说吧。什么呀？国潮展区都暂停了，还留着干嘛？走了，回家。依然姐来了。回来了。别想了。坐坐坐坐坐。来，这样啊，我提个议，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。庆祝，宣言，你脑子也被骂短路了。桃子，你是不是整天跟着林依然在一块儿，脑子也被卷傻了？累死累活的，1分钱没赚着，好不容易摆脱了，不得好好庆祝一下？对呀，对呀，我真是被依然姐卷得有点迷失自我了。现在这样多好，没活了，轻松了，幸福来得有点太突然了，不得让我想起我的那句座右铭：卷不动就躺，躺不平就滚，滚不平就睡。谢谢你，宣言，让我找回了自我。你呀，白日等天黑，天黑盼天亮，3餐混饱肚，4季躺平炕。谢谢老师，谢谢您美好的祝福。话都听不懂，还美好祝福。廖老师，语文课可没教这些啊，什么意思？还有语文课教啊？大白话，明明白白，混吃等死。主任，您过分了啊！我发现您自从当上这个文旅代言人之后，您真是有点飘了。依然姐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廖主任认清现实之后，就开始放飞自我。我跟他说，拍短视频不用写稿子，他非要写，写的那个内容，听了就让人上头。别不开心了，我找段给你念念。哎呀，严谨，慎重，没错误。桃子，找一段，念来听听。好嘞，我找一段啊。就这段吧。宣誓祖先，宣正道，按秘方将檀皮与沙田稻草混合，加入黄山温泉沉淀的玉蟹粉，100日之后，却见纸浆中浮现血丝。嚯！原是檀王感知杀伐之气，以树精之血抗拒。此时安史之乱爆发，叛军追杀至此，宣正道将未成的纸浆倾入战火，嚯！奇迹骤现，烈焰中升起雪白纸幕，竟将剑士不尽数捣毁。哎呦，嚯！宣家祖先成战神了，主任。笑什么？你们说，吸引不吸引人吧？短视频的打法我研究过了，就4个字：
流量为王。还流量为王，主任，您是把这个互联网玩明白了，但咱们是用宣纸历史去介绍文房四宝节，您这都说成《聊斋》了，能靠谱吗？怎么不靠谱？主要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、时间节点都对得上，是经过一点艺术加工，谁不允许艺术加工啊？那也不能瞎扯吧，是不是妍姐？行了，走吧。哎呀，累死累活，一分钱没赚，你们不得请我吃个散伙饭啊？走，我请客。吃饭可以，老规矩 ，AA 制。我都快累死了，就不能有人请我吃吗？啊，林依然。谁都累啊，但是规矩不能变，这是原则，必须 AA。走吧，吃饭去喽！走喽！走喽！吃吧！一会儿你结账，人均50，不能超。哎呀，主任，你这超了算我的啊！什么叫算你的？就是不能超。行。林然，你倒可以学学桃子的懒劲儿。我怎么就懒了？别打岔，别那么累，别那么太认真，太认真了，苦的、累的，是你自己。你有你的想法，镇领导有镇领导的角度，县领导有县领导的高度，考虑的问题都不一样，不可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。事缓则圆，缓一缓挺好的。其实吧，最让我难过的，不是国潮展区取消了，当然了，不让办我确实很难过。但是最让我难过的，是彭书记的态度。彭书记态度怎么了？依然，你呀，就是太天真，太幼稚。彭书记那是身体力行给你上了生动的一课。咱们干工作就干工作，别往感情上扯。也就我跟桃子这种没布的，能跟你坐一块儿讲讲感情。主任，你说事就说事，你别挂上我，谁没布了？哎，好的。但刚才廖主任那句话说的对，天真、幼稚。彭书记他需要一个往前冲的人，但是真到节骨眼上，他也保不了你。废什么话，好经都让你给念歪了。行，我是歪嘴和尚，我念不出好经。彭书记啊，他喜欢你，支持你，是因为工作需要、组织需要，往大了说，那是人民的需要。他呀，这是给你机会，历练你嘛。廖主任，那爹味儿又出来了啊！怪我多嘴了。来，行了，哎，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一次，不聊了啊。咱们一起举杯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庆祝一下，我们散伙愉快。来，哎，林依然，真生我气了。来吧，就差你了啊！凭什么呀？什么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办成他们那样呢？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呢？啊，之前的文化节都办成业内人士的自娱自乐了，钱花了，结果什么效果都没有。那为什么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呢？你换了另外一种方式，给桃花镇带来了流量，又给老百姓带来了收益，为什么不行呢？手劲儿又上来了。宣阳，你觉得呢？这就是个伪命题。你看，我爸他一直坚持做传统宣纸，就光这个事儿，我们俩吵了多少回，你们也看见了。那他们的现在这个思想跟我爸有什么区别？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，笔墨应随时代。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，无论什么产业，都应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而去转变，不变的是初心和文化的传承。啊，
他们坚持固守传统的那一套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那只能是他们亲手把产业和文化往这火药堆里面扣。对嘛，罗副镇长他们就是给我说懵了，这一唱一和的，不行，这文房四宝文化节准备的这么好，不能就这么算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是党委的决议，党组织的决定，你可不能任性啊！主任说的对，你要这样做就有点出格了。我觉得党委班子也是受上级的影响呀，那我就找上级领导嘛。我把功课做足了，我把道理讲明白了，这有可能领导的态度就转变了呢。简直胡闹！越级汇报那是大忌呀！你这个孩子，老师，注意领导形象。哎呀，朽木不可雕。没事。这样，我再去这点串啊。哎呀，家里都吃饱了。我再吃点。没事。依然，你要是真这么做了，你就把全体的班子成员都得罪了，到时候你就彻底没步了。他哪里还有步？他真敢这么干，在桃花镇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这可不是儿戏啊！在这方面，我跟桃子都能当你老师了。我爱务实，但是我更爱真理呀。来，吃。其实啊，我只在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。至于我个人的话，先这样吧。轩言，反正他们俩现在已经不认同我了，你呢？他们俩不认同，我支持你。跪着生，不如站着死，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。干！彭书记，您专程到这儿等我呀？不然呢？这是我个人主意，跟您没有关系。林依然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昨天在会上扛不住压力，把你推出去祭旗了？林依然。我说过，我是你背后坚强的后盾，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。你看昨天那种情况，我要是不提前敲打你，不及时的阻止你，就凭我对你这个林怼怼的了解，你不得在现场把桌子都翻了啊？要是真的得罪了镇党委班子，好多事情的后果，你承担不了。对不起，彭书记。你看，你今天也不该这么胡闹。你说你跑到县委来找领导，你把镇党委班子置于何地？你不能这么冲动。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上的干部了，不能忍辱负重，是走不远的。我没冲动，也没有忍辱负重，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，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。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，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。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？我当然是不想，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，我只能这么做。谢谢彭书记为我考虑，可能还是要辜负您了。我连夜做了一份国潮展区的全面分析报告，这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，该得罪的人我还是要得罪。
好，小姑娘还挺倔强，可以走。您不必陪我去，我不想连累您。不但倔强，还挺仗义啊！啊，林依然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踩的是禁区红线，我不可能让你自己去的。现在不可以，今后永远不可以。你别着急，今天我带你进去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走，不。可是您这样的班子成员不合适。正因为我现在是党委一把手，所以我扛得住。林依然，我已经把你扶上马，再送你一场。走。今天县委领导能原则上同意，其实就是你那股想做事儿、能做事儿的劲头感动了领导。你要知道，县委领导做这样的决定不容易。你想想啊，好多事情咱们都还在规划设计，你能不能执行？能执行到什么程度？执行出来是什么结果，都是未知数。我明白，彭书记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把所有细节还有问题都考虑到，力求做到完美。好，小吴，停车。哎，彭书记，你不着急回去开会吗？请你喝杯咖啡。彭书记，静静。哎，小丽，怎么样？我们的这片沙田道漂亮吧？漂亮。其实我今天挺感慨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看见你，就像看到了20多年前刚刚工作的我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跟你一样，哎呀，眼里有光，心里有梦，上怼天，下怼地，什么都不怕，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，像一块画布一样，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。时间真快啊！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、最有创意的餐厅、村咖民宿，都是年轻人搞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，他们有时候啊，一点点小小的创意，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，引领着时代的节奏，开拓着时代的机遇。依然，勇敢地往前冲吧，无论成败如何，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。彭主任，哎，林主任，我听说你那儿忙到炸了，我还想着去你那儿慰问一下呢，我又怕你耽误你工作，你说？得了吧，黄主任，你这话贴着就假。哎呀，我给你打电话，电话不接；微信不回的你。县审计局在我那儿扎了好几天了，从早到晚搞不歇，我这哪有空啊我？听说了，例行审计嘛，所以我不是让你们办公室的小樊隔天就回去了吗？现在好多人都议论我、讨论我，说我巴结你这个财神爷。李姐万岁啊！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。我现在就是着急，国潮展区的这个资金，4个主题，很多场景都着急要钱，
你要是再不给我钱，我就真来不及了。这还用你说吗？专项资金最后那10几万，我都一次性安排完了。安排完了？哎，我们可是都听说你们的壮举了啊！彭书记带着你那是直闯县委，那是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至将倾啊！你们人还没回来，小道消息早传回来了。哎，在咱们镇上现在已经传为佳话了。这是咱俩私下说这事儿啊。镇党委书记亲自出马，又得到县委领导班子的首肯，他罗副镇长怎么还敢推三阻四的？半小时前就已经签完字了，一次性全拨给他。这他也没跟我说呀。你还不知道呢？彭书记一回来就奔那个小岭最美乡村公路那儿去了，说是有一户人家本来已经协商好了拆迁赔款，哎，结果刚一开工又闹着不让干了。罗副镇长跟葛主任他们都去了。行，谢谢啊，黄主任。你是好饭不怕晚，这食堂最怕晚，你赶紧吃口去吧。哎，谢谢啊，黄主任。太忙了你。大姐、大哥，我们政府的工作还是需要你们多多支持呢。彭书记，不是我们不支持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这腿脚也不方便，你孩子大了住在一起，多不。你说彭书记对林依然啊，这真是仁至义尽，这好的就没话讲了。都是为了工作。哎，你可要知道啊，这县里的领导班子只是原则上同意。这要是中间出现点什么事儿啊，你不要杞人忧天想那么多，上级敢拍板同意，大方向、大原则上就没有什么大错。哎，这我清楚，但你说林依然这帮年轻人他搞出来的什么东西，这谁见过，对吧？哥哥，我呢这是出于关心啊，我说两句不该讲的。你说彭书记这么支持林依然，差不多你也要劝劝他，时不时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。对吧？其实这话我不该讲，但是二位领导，喝杯茶。没有，他说谢谢，辛苦你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没有啊，别客气，别客气啊。我这老伴儿啊，这县城的楼房他住不习惯，就想回来。你让彭书记给他说说，这不就好了吗？是，我家老伴儿最爱听彭书记讲话，哎，入情。入理，对，那您先忙啊。好，你忙。这不干不错，多干多错，这话是有问题，但我觉得呢，这存在即合理。要是真出了问题啊，那就晚了。哎，我想起个事儿哈，你家老丈母娘去年是得癌症走的吧？嗯，肺癌。有一回啊，我听肿瘤医院的院长讲啊，这得癌症的60%-70%啊都不是病的，啊，那为什么呢？是吓死的，是不是啊？是吗？吓死的。怎么样，书记啊？聊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什么意思？来，坐。好，哎。哎，你就看这些什么东西啊，这些是。后退。哎呀。对，慢点啊！这放哪儿？你放那边去吧。你先放哪儿？依然姐，谁搞的这些啊？还能有谁？哎，依然姐，咱们这文房四宝文化节，手笔这么大啊！这说什么呢你？咱们哪儿来了这么多预算啊？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市县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。这多少钱啊？这得花的是冤枉钱，打水漂的钱。我就问你们，你们知道就这个舞台，你们猜是多少钱？租的，1天5000，罗副镇长亲自定的呀。不是，等会儿，就这个5000？对呀。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？咱们距离开幕式还有5天呢，罗副镇长这么早就安排上，得多花多少钱呢？咱们资金本来就不够，哪经得起他这么造啊？哎呦，我这还没说完呢，就这个高级音响，1天1万。1万？1万？这个1万呀！哎，哥们儿，我们这么多东西，这还有好几天呢，你是不是记错日子了？没错，昨天晚上临时定的，就是今天。
定预算的时候，我专门跟罗副镇长说过，这舞台根本用不着，就红毯就行，这音响也根本就用不着。罗副镇长为什么要这么干啊？谁能知道？不是姐，那个财政办额外拨款了？哪能啊？专项资金多少钱你知道的呀？罗副镇长来了。正好啊，大家都在是吧？紧急任务啊！听我说个紧急任务，市里头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下来调研，临时决定到咱们筹备现场来看一看，啊，所以说呢，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？答案在这儿。明白了。什么答案？啊？不管什么答案，现在都听我说啊！林依然，待会儿领导来了呢，要做动员讲话，你马上去通知周边的商户到这儿来，把现场的气氛搞一搞啊！另外，矿泉水啊、胸牌啊、工作服这些个物资到了，张斌、王浩，你们找几个人，一会儿把物资搬一下啊！其他人能不能眼睛里边有点活啊？把现场的这个卫生搞一搞，是吧？今天这属于是什么呢？突击演习。就是要考验我们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。所以说，大家都给我拿出最好的精神风貌，让领导们看一看我们的能力、我们的水平啊！好了，动起来。走吧，走吧。廖主任，你这腿疼吗？动起来呀！你可是老党员了，这个时候你该不该做个表率，带个头啊？带什么头？让群众们看笑话。你看，你就总是这样，总是不分场合、不分地点，在这胡讲瞎讲。你真该找面镜子，你照照，你还是不是个党员，是不是个党的干部？我当然是。你就应该服从组织啊，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啊。我作为桃花镇分管副镇长，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，我能不能领导你？我能不能指挥你？不是指不指挥的问题。你这么做，考虑过后果吗？我不管什么后果，我就问我能不能指挥得了你？能，你就动起来，搬水去，快点。还治不了你了，廖主任。不是林依然，你怎么站这儿了？动员商户啊，快点，我也指挥不了你了，是吧？行。罗副镇长，那我也问问您啊，这黄主任都说了，专项资金您都领走了，我这国潮展区着急用钱的钱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领导可说话就到啊！这火烧眉毛，你跟我要钱，先把这关过去了，行不行啊？那我不火烧眉毛啊，我不着急。行，快去通知商户。我还没多找点人，这一个个的，动作都快一点。